否极泰来，进入鸿运在中医学校肄业的最后一年，就在校主丁干仁老师处开药方。谢立恒老师特别为我吹嘘，说我的字清秀而迅速，所以别的同学做录方的工作总要等候3个月以上，只有我一进丁老师的诊所就为他写药方，写了3个月，丁老师很是满意。一天，有一个病人拿了药方到抛球场京都达仁堂去配药，不料达仁堂的伙计看了我写的药方，说药的分量写得不明白，拒绝配方。病家打电话来质问，丁老师颇有愠色，要我即刻到药铺去查看一下，到底错在哪里。我见老师面孔不好看，也急得什么似的，不知如何得了。我到了达仁堂，那个伙计指着药方说：“你们上海医生写3钱2钱的钱字都不像钱字。”我回说：“这是我们南方中医传统的简写法。”他听了我的话，就说：“我们不识，所以不配。”于是我就和那位伙计争执起来。我说：“你们虽是北京的老药铺，现在到上海来做买卖，也应入境随俗，该把上海医生习用的简笔字学习一下。”那伙计竟然倔强得很，把处方一推，黯然不理。于是我就振振有词地骂了他一顿。我说：“你们要是不听我的话，全上海的中医都不会向你们配药。”那伙计还是说：“我们不在乎几张药方，我们是靠出售药丸的。”正在争执之际，东主乐笃周带着笑容由里面走出来，很客气地问我尊姓大名。我见他态度温和，气恼就消了许多，才把这件事情说明。乐笃周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我想请你把所有简笔的字码对我们全体伙计解释一下，以免下次再有这种事情发生。”我见他态度很诚恳，于是就把钱、两、钱半、两半等简笔字写了一张示范的清单。乐氏就说：“怪不得我们配方的生意寥寥无几，今后完全要把这些简笔字学习明白。”说完，他就送我一份乐家老铺4字的拓本。原来这4个字是明朝权相严嵩所写。乐笃周，1894至1979，北京人，早年留学法国，民国8年（1919）回国后长期从事药材业。民国20年（1931）在北京创办弘仁堂国药号，后又在上海、青岛、天津等地开设分号。解放后曾被选为上海市第1届政协委员、第3、4、5届南京市人民代表。我拿到这个拓本，很是高兴。我又把他们的药丸仿单加以评述。我说：“你们这张仿单如果不加修正，在上海是行不通的。”乐笃周很虚心地请我进入内室，问我这张仿单由明代沿用到现在，是刻了木板印成的，何以在此地行不通？我说：“仿单原文语句陈旧不明，而且对病名证明分得不清楚，叫人怎样能看得懂？”乐氏恍然若有所悟，打工作揖送我出门，而且说明天要来拜会丁老师，表示道歉之意。次日，乐笃周果然来见丁老师，随带100元面额装票1张，并说：“你们的陈师兄光临小店，经他一番指示，茅塞顿开，所以我除了亲来道歉之外，奉上此区区之数，希望老师请一个人来为我们把全部完散仿单修改一下。”那时病人很多，丁老师匆匆地接过了装票，便对我说：“既然你主张要他们修改仿单，那么就由你去做好了。”在那时的100元真是一个可观的数目，我接收了这笔钱，
不觉头都有些晕起来。丁老师把这事交代清楚之后，又在百忙之中亲自送乐赌舟出门，这是很难得的事。我正在奇怪，丁老师说，乐赌舟家400万，是北京的首富，你以后该对他要多多联络，他们北方人是最讲究礼貌的。我把达仁堂的完散访单修改补充，又经一介名宿于继红老先生润饰之后，工工整整地誊写成册，送给乐赌舟。乐是一边看一边赞说：“陈师兄，你能不能再帮一个忙？我想请一桌酒，邀请几位上海名医，你可否为我做一番联络工作？”我说：“丁甘仁老师向不应酬，人家发请帖，至多到一到就走，绝不会坐下来吃到席中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这一次我凭空受到你一笔墨金，应该由我来出面，而且要预备上好烟土，那么丁老师自会欣然光临。”乐赌舟大喜说：“就由你出面好了，到时我另外备法国名酒和云南小只马蹄土。至于在哪家菜馆和请哪几位名医作陪，都由你安排。”那时节，上海的北方菜馆汇宾楼、大雅楼一席酒是银元10元，广东菜馆在虹口有汇源楼，每席是11元。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有一家鸿运楼，全席是8元，但是要用鱼翅的话就要加4元，因为他们的白汁排翅是驰誉全上海的。鸿运楼向不讲究装修，恰好这时他们刚油漆一新，老板在内室有一间烟房，专供自己吸烟的。因为他们有这个设备，所以就定下了鸿运楼。鸿运楼主人知道我要借用他的烟房，初时颇有难色，后来听到我备了马蹄土享客，他也垂涎欲滴地说：“烟房尽管借给你，不过我也想香一桶。”我说：“可以。”所谓马蹄土，形状就像马的足蹄，是印度产的最上品烟土，价格最贵的17，一两马蹄土相等于白银5两，不是豪富阶级是吃不起的，而且出产不多，物以稀为贵，更抬高了它的身价。丁甘仁老师听到我要宴客，他也很高兴，再听到有马蹄土享客，他更是欢喜。他说：“这个土一定要拿到我这里来熬煮。”姚公鹤老师听到这个消息，也要参与其盛。还有谢立恒老师、运铁桥先生、徐小普先生等都在被邀之列。到了宴客那天，乐赌舟盛装而来，见到当时上海的名医，一个个应邀而到，他更高兴，每人送吉林人参1两。当时这种餐的售价每两是银元12元。按1971年5月香港的市价，吉林餐每两为港币13000元，而且看来还有直线上升之势。这一次在鸿运楼的宴客是我第一次请客，几位前辈在席散之后，大家鱼贯而入内室，吞云吐雾，谈笑风生，直到深夜。我所费的不过12元几角，乐赌舟的烟土和洋酒所费比我费的还多，但在他觉得收获很大。这次宴会之后，我自己计算一下，我在银行中的积蓄已经有了200元以上，这个数目在当时已是很可观了。这是我后来实行创业计划的基础，隔不到几年，境况完全改变，都是从这200块银元开始的。所以我对鸿运楼这次宴会认为是我否极泰来进入鸿运的一个转折点。